他生活在无沙漠地区，却怀有一个不屈不挠的治沙梦。他的家在山西阳泉，却把人生的大半时光挥洒在广袤的西北荒漠。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，却自主发明出一种颠覆传统认知的治沙技术，令世界刮目。如今，他和他的发明走出国门，在卡塔尔受到关注。本期影片就让我们跟随着小编的视野，一起去了解沙漠无水植树追梦人田兴明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一条公路的南侧，有一片面积约5平方公里的沙漠林地，这是田兴明在西北6个省开辟的11个试验田中的一个。这里距他在阳泉市盂县的家990多公里。身形清瘦的田兴明扛着工具走进试验田，在刺目的烈日和黄沙映衬下，那张消瘦的脸愈发显得黝黑。试验田中两成一组，有规则地排列着满满的白色塑料袋，袋子里装着沙子，每2个塑料袋的缝隙中间都有一株正在成长的树木，其中既有几棵高达3米、地径16厘米、生长了5年的国槐，也有不少刚刚吐绿、仅几厘米高的哈密瓜苗。田兴明说，这个试验田已经试栽过12个树种。走近细看，树苗的嫩叶在微风中轻轻颤动，虽然稀疏，却生机盎然。很多塑料袋的内壁挂着水珠，从袋子下抓一把沙子出来，潮潮的，手掌能被水沾湿。真是神奇，这真的是没浇过水吗？记者表示疑问。没有，这就是沙漠的地下水分，我只是做到不让它蒸发流失。田兴明坚定地回答。其实这原理简单得很，人人都懂。他接着描述起来，2个塑料袋分别装入一定量的沙子，封口后平行挤放在树干两侧。白天温度高，塑料袋遇热膨胀，互相挤紧，保护树根部水分不被蒸发。气温降低，塑料袋遇冷收缩，袋间缝隙变大且形成坡度，使空气中的冷凝水下渗，保持沙地湿度。记者接着问，这么多塑料袋会不会给沙漠留下白色污染？不会，这种塑料袋就是我申请的国家专利的核心部分，耐高温、抗风沙，透气性好，还能吸水，不会破裂，也不能降解。9年后收集起来重新涂塑，还能再使用。以上这2段简单的对话，其实就已经把田兴明和沙漠奋斗一生的履历概括完了。那么，这个来自无沙漠地区的人，又是怎么与沙漠结缘的呢？因父母早逝，家境贫困，1991年，田兴明刚满17岁，就独自外出打工。在内蒙古包头，他跟着一支造林队在沙漠中植树，挣到了人生第一笔大钱。这让田兴明燃起了生活的希望，也让他看到一个残酷的现实：头年种下的树浇足了水，来年能活下来的微乎其微，还得在原地继续种。这激起田兴明的好胜心，我要是能想办法把成活率提高，不就能挣更多钱？他开始一边跟着各个造林队到处打工，一边独自尝试各种让树成活的办法。他像只候鸟，每年一到植树季就飞奔到大西北植树搞试验，种完树再回到盂县找营生挣钱。后来在盂县的生意已经赚钱了，可田兴明还是停不下来。他总是不由自主地牵挂着千里之外自己种的那些树，常常一有念想便扔下手头营生，拔腿奔西而去。2005年，田兴明在新疆植树时，一天夜里起来走出帐篷，发现沙漠中弥漫着雾气。他突然意识到，如果能找到一种办法，把沙漠中的水分利用起来，不就相当于给树浇水吗？于是，他把抑制水分流失作为突破口，开始了新的试验，倔强地向未知发起挑战。而大西北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俨然是一位严厉的考官，一年年不断地将一道道难题摆在他面前。在塑料袋的研制和应用试验中，技术的改进几乎涉及每一个细微环节，没有任何资料、数据和先例可供参考，每一步都需要在实践中一点点摸索，然后等待大自然的各种严酷检验。几乎每前进一步都是以年来计，以上万公里的行程来计，以数10万元的投入来计，更是以无尽的寂寞、孤独、煎熬、挫败感和危险来计。他把挣的钱大部分投入进来，住在当地牧民最简易的平房里，吃着最简单的饭食，回家时往往只剩下汽车加油和过路的费用。10几年来，他先后更换了9辆汽车，总里程超过100万公里。
2016年5月，田兴明拿到他第一个国家发明专利证书，终于可以自信地宣告，他的沙漠无水植树技术已经成熟，可以向全世界推广了。在沙漠里不用浇水，能把树种活，对于常年在沙漠地区生活的人来说，这无异于痴人说梦，压根没人相信。连治沙界的专业人士对此也持怀疑态度。况且既没有受到委托，也没有外界资助，一个外乡人年年跑到沙漠里大把大把的扔钱种树，图个啥？虽然不相信不理解，但当地百姓对种树的人依旧由衷的敬重，有的隔三差五到田兴明的田边跟他聊天出主意，有的默默观察，悄悄给他生活上提供方便，甚至有人拉了一车水送到田间，想免费给他的树苗浇水，被他婉言谢绝。甘肃省治沙研究所所长、中国林科院硕士生导师徐先英在听说田兴明的故事后，带着几名研究生专程从兰州赶到内蒙古巴彦淖尔，辗转找到田兴明。在试验田实地查看后，徐先英最终认定田兴明的治沙技术是可行的，并称赞他这种以沙治沙的理念难能可贵，干成了一件以往人们想也不敢想的事情。2016年和2017年，田兴明曾2次找到中国最大的治沙企业毅力资源集团，希望能开展合作，但集团的治沙专家对他的技术始终未予认可。在田兴明耐心争取下，毅力集团特意指定一片沙地让他做实验。3年过去了，实验很成功，如今双方已展开合作。毅力集团正准备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治沙项目中运用这项技术。田兴明的这项技术一举扭转了传统沙漠植树成本高、成活率低的局面，革命性地提升了沙漠治理的效率和效果，逐渐赢得很多治沙人的认可。田兴明连续接到3笔订单，他用自己的独门秘技，帮助3个造林队在内蒙古完成蚂蚁森林沙漠植树项目，总计36.47平方公里。经权威机构首次现场检验，红柳成活率85%以上，梭梭成活率95%以上，均远超验收标准，全部一次性通过验收。项目委托方对此十分满意，逢人便夸。短短几个月，让这么大一片荒漠披上绿装，田兴明倍感自豪。只要方法对路，有效治理沙漠就不再是梦，就能让更多沙山变成金山银山。2019年7月27日，第7届库布齐国际沙漠论坛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举行，来自“一带一路”沿线40多个国家的代表与会观摩研讨。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发来贺信，深刻阐释了荒漠化治理对人类永续发展的重要意义，发出了加强防沙治沙国际合作、推动全球环境治理的倡议。主办方原本没有安排田兴明发言，但时任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在做介绍发言时突然插了一句：“我们中国现在有一项最先进的治沙技术——沙漠无水植树技术。”随即，田兴明被临时邀请上台，介绍自己的发明和成果。之后，田兴明成了这次展会上的明星，到他的展台前，了解和咨询的人络绎不绝。来自卡塔尔的官方代表在众多治沙技术和产品中，独独认准了田兴明的技术，并与他签订了合作协议。田兴明于当年12月飞赴卡塔尔，依照协议，在多哈市沃克拉大区的试验田种植了200株树苗，验收时间是1年后的2020年12月。我国驻卡塔尔大使馆工作人员代为持续跟踪这些树苗的长势。据最新传回来的消息，这200株树苗长势良好，无一株死亡。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赛期临近，卡塔尔方面多次催促田兴明，希望提前签订正式合同，加快沙漠绿化进度。但田兴明不敢掉以轻心，坚持要等验收后再签。卡塔尔代理商还提出，希望把塑料袋的单价提高到卡塔尔币3里亚尔，折合人民币5.7元。田兴明却说，我的价格国际国内一视同仁，统一价0.25元人民币。田兴明想得很清楚，以后生意会越来越多，价格不统一，自己的信誉就没了。回想起刚到卡塔尔的情景，田兴明记忆犹新。从机场到市区将近2小时车程，路上没有别的风景，只有浩瀚的沙海。别人都昏昏欲睡，他自己却兴奋不已，因为他感到自己这份事业的发展空间原来很大很大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
你认为无水植树技术值得推广吗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最后，大家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